苏康，不要吃完就睡了，苏康。哎，他理我了，他理我了，他理我。你刚为什么在后面发出那种吐的声音啊？孕吐是吧？哪有孕吐？我这不打了一个嗝吗？很正常啊。你刚才在打嗝啊？对啊。那不然你都要吐出来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离线玩家无奈的频道。今天是配置最高的一期啊，也是太高了呀，太高了，也是元气最滿的一集。這台是華為的 nova 16，為什麼不選 16Z 呢？加了300塊錢，電池從6000漲到7000，處理器從8020換成9010S。我們華子什麼時候這麼良心過啊？對吧？哇，好大的提升啊！雖然它是側邊指紋，雖然它是塑料中框，但是這些不影響。它有長焦和紅枫原色鏡頭啊，然而並沒有超廣角，不需要，我們沒關係，16Z 那個配置實在是買不下去手啊，朋友們。接下來呢，大家做好被我元氣擊中的準備哦。糖果超甜是吧？你是 S60元氣版，然後呢，電池應該是3台中最大的，應該是7200毫安時，然後呢是一個滿血版的天璣7500的處理器，朋友們。哇哦！不可謂不強，好吧？然後呢，這個配色深得我心啊，跟我本人非常的符合，特別的清新啊。就是綠茶嘛，對吧？元氣都給它好吧。雖然我叫榮耀600元氣版，但是我的包裝上寫的是榮耀600S。驍龍7進4，應該是榮耀400以及 vivo S30那一車。啊 ，OK。電池也就7000，平平無奇。你拿錯了，這是2026年的手機嗎？那怎麼了？你的好到哪去了？你好哪去了？那的狗叫什麼呢？都拿錯了。那麼相關的設置和流程，我們打在中屏上，讓大家喜歡的視頻不要忘記了一鍵3連關注。還是先打王者吧。剛看設置啊，3台手機都是能開到120加次高的畫質啊，非常的頂啊，朋友們。HDR 都不能開啊？是開不了的。OK，都不行啊。3台都一樣。你們這3個手機的配置，有任何一台比 K80U 高的嗎？你說多了吧 ，K80都不如吧，感覺。可能 K80U 不也就賣2500嗎？去年？啊，那是去年。今年的話，我們大升級，好吧，活力滿滿，有元氣，開打。升級了什麼？升級了價格。哎，閉嘴。都像 iPhone 嘛。3台手機全都開過自動亮度啊。現在是你右邊的這台，你是 vivo 是吧？非常的有元氣，非常的暗。啊？小亮一點。服了。哎呀，扮什麼小丑啊！我只有你暗一點，你這麼高興什麼東西啊？你們兩個怎麼就這麼自然的貼在一起了？你的衣服什麼意思啊？這個衣服很帥啊，很帥啊，非常適合。太帥了，太適合你們兩個了。急滾啊！滾啊！家人們，雖然沒有元氣，但也不是你有元氣啊？怎麼了？看着我的幀數啊？什麼90啊？為什麼？不知道啊。為什麼？88幀。區間是太厲害了。有沒有性能模式？遊戲模式。啊，然後呢？回來了，依舊最大的一天啊，朋友們！剛剛聽下聲音是我左邊這台 vivo 的元氣版，聲音非常的大呀。然後另外你在後面的右邊。反正我很大，好吧？反正你大，然後你們倆都比較小啊。你們倆開大一點啊。跟我一樣，打了4分44秒，我的也90幀了，我服了。你這個 vivo 也沒好到哪去，大有什麼用呢啊？就是我第一次遇到這個天氣，然後剛開始第一把開始給我像這種幀率的情況呀。跟大家說一下，現在26度啊，哎，並沒有很熱啊，這幾天挺涼快的啊。很有元氣了，好吧？哎，我這個華為還是120啊。不是插針嗎？不是插針嗎？不是，絕對不是。現在開了性能模式之後呢，這倒是回來了，但是不知道能堅持多久啊。OK。剛才跳了110，有點嚇我一跳，天哪！拿5殺了，朋友們。2位好隊友給我助攻啊，讓我猛殺呀！又元氣了唄。對，但是打的時候這個團戰發現非常的卡，我看臉幀率好像到了70幀都有。你現在呢？現在120沒有問題的。那你呢？你插針嗎？我感覺它在拖弄的時候有點延遲。OK。這場遊戲打了17分鐘，我的榮耀幾乎是一開局就鎖到了90幀。我打開性能模式能恢復到120，但是打團的時候還是會往下掉，可能190左右吧。太好了，190左右。這一局的幀數一直是120，最低也就看到一個119，網絡一直是30，一條直線。體驗非常的好，你別管插不插針吧，我體驗不出來插針。你呢？這人老了，敢說胡話呢。我這個 S60呢，就是開局4分鐘直接掉到90幀，開完這個遊戲模式之後呢，一直是穩的120，但是團戰中還是很卡，然後感覺還是不跟手啊。你網不還黃了嗎？然後網也黃了那麼真的是3、4次啊。翻來覆去想加點負載，最後只找到一個操控增強。你只有這一個啊？還有一個濾鏡什麼，我就不想開了。OK 吧，你現在這裡都99幀哎。啊，那就沒關係了。榮耀還能開個操控增強，華為是什麼都開不了啊。這都是經典吧。vivo 更是略勝一籌啊。沒得開，啥都沒有啊。沒有那個操控，沒有那個什麼觸控顯示啊這東西。然後呢，只能開一個什麼4D 正港啊，朋友們。
没東西開，那就這樣吧。就這樣吧，加不了負載了。那我們第2把呢，就都開均衡模式，然後把這個遊戲模式關掉了。我感覺你們不用很久就又要開高性能了。確實啊，確實。這個榮耀呢，依舊是開局90。OK 吧。我直接開性能，打了6分鐘，終於降幀了，朋友們。100什麼叫終於啊？哎，是120嗎？我怎麼看？哎，120了。他又回去了。但是剛剛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是100幀左右啊。OK 吧。那還行。哎，又100了，你看看。又100。哦，对，哎，120了又。有點亂蹦，什麼意思呢？剛看錯了，朋友們，這個表達錯誤。第2把呢是開了遊戲模式的，然後呢幀率是120，然後我把幀率調回了均衡模式了，就是一直是90了。那你就繼續開吧。但榮耀一開始是沒開的啊，所以他那個時候就開了，他一開始就開了遊戲模式。太可憐了。這把遊戲打了16分鐘，我的榮耀好像只有100幀了。不要好像的，就是100幀了，88、92，這只有這麼多了，90啦，90啦，101，沒有，還有可能到100。110，哎。就是反正在瘋狂的過山車吧。第2把王者榮耀打吐了呀，家人們！我也吐了。打了多少分鐘？26分鐘，哎，我就無語了。贏了嗎？輸了。你不是說手輸了是吧？沒有手贏啊，手輸了。我一死，然後他們就沒有星辰之柱了，然後就棄掉了。2把王者榮耀，華為都沒有很大的問題啊，只有第2把最後的3分鐘左右打團會掉到100幀左右，前面都是120很穩的。那你怎麼說呀？機皇當然是有最好的表現了，朋友們。第2把這個開遊戲模之後是120，但是我剛剛不是忘了嘛，所以呢，它標準模式啊呸，均衡模式就是這個90，開啟團戰真的卡到爆啊，40幀，我看到37的，你知道，我真的繃不住了。開的遊戲模式還這麼低啊？對，是的，就是然後全程即使不團戰，就是平常這種走路的情況下，就是90、120、100、120、80、120這樣來回蹦，然後網絡也是不停的黃和紅。榮耀這個均衡模式就是判死刑了，就90幀啊！一進來我就開了新的模式，然後16分鐘的時候幀率穩不到120，在90上下浮動，最後打團的時候最低能有60多幀。我的榮耀正好是90的電。OK。華為還有93的電。vivo 92，我本來還能91，收91的，哎，沒趕上。接下來在這裡測測信號吧。三台手機我們已經在微信裡面拍了1分鐘的微信視頻了，來，現在準備發送一下，3、2、1點。哦，中間的 nova 是晚發了一點啊。哎，哦 vivo 已經發完了。這個榮耀在非常慢的導出啊，華為這邊其實也是在導出的，但是這個中間的華為很亮哎。你看右邊這個 vivo 什麼意思？我們都開完過的那個自動亮度啊，這個太暗了呀！我再拉最高，再試一下。哦，它還是會降下來。哎，我的媽！華為發完了已經。OK， 華為還是 OK 啊，挺快的，比榮耀還要快。我們還晚點了幾秒鐘。啊，榮耀。啊，發送也還可以吧。現在準備下載一個 1.6G 左右的遊戲安裝包啊，3個手機的自動亮度我們又重新開完過了，但還就是這個樣子啊。3、2、1點，我們來看一下速度哦，右邊的 vivo 非常的快，50兆，華為也有50多兆，這個榮耀就被搶完了呀，它只有10兆左右啊。加油，加油，加油！哦，幾乎是同時啊，榮耀這邊2台都下完了呀。給我點速度吧。等一下，榮耀這邊為什麼慢？是因為它現在是4G 網。我給大家看一下吧，其他2台都下完了啊。大家看到了嗎？4G 網絡為什麼呀？朋友們，我們剛剛看了一下，這個聯通也是顯示5G、4G、3G、2G 都是開的呀。都是開的呀，怎麼辦呢？都切換不到5G，那我們開關一下試試。重新下載一下啊，看現在它是什麼速度？現在顯示的是5Ga。啊，有，它剛是自己切到4G 了，現在有52點幾兆，這是怎麼回事呢？開關一下就好了。我們現在3台手機在用電信卡打電話，聯通卡上網，來刷一下抖音吧。開始慢慢刷。華為這個點讚啊，還是感覺有點延遲的啊。但是感覺這個 vivo 是好卡呀。對 ，vivo 這邊確實蠻卡的。那我們再加點速吧。哦，加速之後 vivo 更卡了。這個掉真掉的，我的媽呀 ！vivo 這邊真的卡。別忘幫我點讚啊。但是其實榮耀那邊也有很多黑的，華為這邊還可以啊。哇 ，vivo 這邊超卡，朋友們真的超級卡，在最快吧。完了呀 ，vivo 炸了 ，vivo 完全不行，榮耀比它好一點，然後華為沒什麼問題啊。OK， 我們現在在用聯通卡打電話，電信卡刷抖音。來，先慢刷，還是感覺 vivo 很卡，然後榮耀有黑的。
華為還 OK 啊，稍微再快一點，這個 vivo 就更卡了，它滑上去掉幀了，你看，真的誇張，好吧？不就是你的滿血7500嗎？另外，这个 vivo 的屏幕還是144赫茲的哦。那麼在最快吧？哎，最快還是華為比較好，但華為也會有加載，其他兩台就非常差了。榮耀會比 vivo 好一點啊。這個 vivo 已經卡成什麼了？我的天吶！信號也測完了，家人們，現在接下來準備步行導航去你最喜歡的食堂啦。OK。導航現在用的軟件是高德地圖啊，3個手機的起點應該都是對的，位置是一樣。對，確實都在裡面啊，沒什麼問題。但是這個屏幕亮度，我現在看一下，左邊的這台榮耀是比較低一點的。你等一下注意一下它的亮度啊！哦，現在是最亮的了，沒有辦法了。你拉最高了。對啊，最亮的了。在導航的過程中呢，我們會刷10分鐘的美團。由於華為沒有那個高德自動的小窗啊，所以我們就會把高德掛後台刷美團。好的，3台手機我們已經把亮度都拉到最高了啊，都是自動亮度能夠激發最高亮度的，但是只有右邊的 vivo 是比較亮一點的，其他兩台都很暗。怎麼辦？尤其是這個榮耀，好暗吶！而且是不是？你證明一下，來，開到最高了，對吧？刷一下，OK， 榮耀是60幀，沒毛病啊，直接60幀啊。沒毛。華為是120，沒問題。vivo 90，哦，也60了。哎，剛剛一拍就從90變60了。對，一拍就是90變60了。這太恐怖了，只有華為現在是120幀，沒問題啊。但是 vivo 是比較亮一點的。剛剛我發現榮耀高德的懸浮窗默認是關閉的，現在我把它的高德重新進了一下，也打開了。然後我們這段路程呢，應該不會出什麼錯了，所以我們就只刷美團了，高德在後台了。給大家報告一下，我們大概刷了3-4分鐘，然後呢，這個。榮耀呢現在非常的暗呢，然後它剛剛幀率，因為我們走了一段陰涼的地方，然後它短暫的回到了90幀啊，它現在又是60了，這個華為呢一直就是120幀沒有問題。vivo 呢就是60之後呢它沒有什麼變化，但是亮度開始降了呀，現在這個亮度非常的暗呀，朋友們。但是你的亮度還是會比其他兩台稍微高一點的啊，那瘦死駱駝比馬大嘛，是吧？我要跟大家說一下，就是華為跟榮耀啊，我們現在是27度。他們那個亮度呢都調到最高，但是他們去調亮度調已經沒什麼用了呀。你看是沒有用的啊，它顯示就是沒有用的。你去再拉，你看它亮度是不會變的，看到吧？這是華為啊。我拉了亮度調會變化。你還是有用，你還是有用，你還是有一點用。但最亮也只有這麼亮。拍攝之前啊，這個華為感覺只有30幀了呀。對，非常卡。但是它現在又回來一點了，被60了啊。現在它也降了，它也降了。哎呀，哎，你看。這種白的這是什麼東西啊？哎呦，加載了已經。哎呦，都很卡，大家都挺卡的了現在。但是 vivo 的還是60幀沒變啊，還行。哎，都有白的，都有白的。你看，哦 ，vivo 還沒有呢 ，vivo 只是加載的久一點啊。對。華為其實網是不是出現什麼問題了？感覺已經出問題了，又好了，哎，又不行了。接下來呢，導航讓我們往那個方向走，我們偏不，我們要往西走了。我們準備走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問題啊，就是這個華為它比其他兩台在轉這個方向的時候是要卡很多的，朋友們。就是其他兩台感覺就60幀，它感覺連60幀都沒有啊，感覺就30左右啊。過了這個路口10多米，我的榮耀現在實時位置是對的啦。哦，但是感覺有點拍不清楚哦。你們兩個笑什麼？在哪兒呢？我們兩個還在原地沒動啊！滾呢，快滾呢！別說話了，快走！你們別說了，別說了，快走！拿着麥準，拿着麥準。哎，往前走了這個幾米啊，我的華為實時位置對了。哎，他剛說完我也對了呀，實時位置都是一樣的。啊，不愧是一家人呢。這條路走了50-60米啊，朋友們，然後3台手機都是規劃了，但是呢，你們要快一點，對吧？對，然後呢，誰最慢呀？這個華為是要在這個位置才規劃的，其他兩台就在這個位置規劃。對，然後3台都是規劃的往回的路線呀。又往前走了5-6米，3台手機幾乎是同時切換了往前走的新路線啊。OK， 我們繼續走吧。到這個路口的朋友們，導航是讓我們往那邊走，但是我們依舊不聽話，往前走啊。OK 吧。哎，紅燈了，過不去了。剛過來，朋友們，非常的迅速。vivo 規劃新路線了。OK 啊 ，vivo 是直接要規劃到我們走的那條路了。榮耀的實時位置是對的呀，誰不對呢？華為是對的啊，是的，只是你們兩個路線沒有規劃。這條路走了40-50米，榮耀和華為重新規劃路線了，但都是掉頭啊，就還是沒有 vivo 好啊。但是前面也有一條備選路線，看看走多少再切換吧。走了沒有10米，兩台手機都切換到備選路線了，都是往前走了。那比你晚蠻多哦。我們又過了一個路口啊，導航規劃的位置是在馬路對面，但是我們現在這裡實時位置是對的，我的榮耀非常準啊。華為也是準的啊。
但是這個 vivo 你跳過去了。哎，你剛過來就跳過去，我們是沒有停的啊。這個 vivo 呢，規劃路線是在馬路這一側呀，就不像另外2台是在馬路對面。然後呢，它的實時位置也是在規劃路線上面了。但是跟我們現在的位置是有点差別的。对，是我們現在在路的裡面呀。但是它有可能就直接吸附上去了。对，是的，是的。到這個路口了，朋友們，我們來看3台手機有沒有這個虛空行走的問題啊？好像是沒有了啊，都是295米左右啊。OK， 我們剛剛過了一個馬路啊，然後3台手機的這個實時位置呢，都在規劃路線的上面。這個 vivo 呢是在我們當前這條路，但是另外2台這個華為榮耀呢是在馬路對面了。確實，但是你 vivo 這個位置也不是特別對啊，因為我們是在人行道上，但你這個是在車行道上啊。那我們上去調理一下吧。快去吧。經過調理之後啊，我這個 vivo 的實時位置呢還是沒有什麼變化，還是在規劃路線上面。華為的實時位置啊，經過調理點之後已經是對的了。OK。榮耀也是對的。哇，我剛從華為這邊轉到你榮耀，你這邊真的好暗啊，勉強可以就是好明顯啊。導航了45分鐘，中間刷了15分鐘的美團，我這個 vivo 的表現呢還是可以的呀。在這個後面一個路線規劃呢是第1名，而且它的實時位置雖然說沒有那麼準確，但是它的這個路線規劃是在我們這一側，相對來說還是比較準確的呀。然後是算比較準的了，而且規劃的那個速度也比較快一點啊。對，爆快，剛過馬路就立刻規劃了，哎，比你們搶到不知道哪裡去了。太有元氣了，太有元氣了。然後另外2這個榮耀跟華為呢就大差不差吧，實時位置跟路線規劃也是差不太多。我感覺他們2個想叨你，沒關係，這個眼神非常想叨你。哎，獎勵你親我一下。這個 vivo 的幀率呢，在刷美團的幾分鐘之後呢，這個幀率達到了60啊，然後亮度呢也是刷了幾分鐘又開始降，但還是比另外2台高到不知道哪裡去了。但其實，在暗的時候是 nova 比較高一點啊。對，你在幹什麼呀？你在做法呀？僵屍是吧？你领先了幾次啊？這麼囂張。我這個華為的幀率呢還是不錯的啊，刷美团刷到最後2分鐘的時候才開始鎖幀，所以它鎖得非常狠啊。它在陽光下降亮度降的還是挺明顯的，但是陰暗處的還是比較亮的。你那個幀率再鎖就沒了吧？但它那個高德地圖那個地圖裡面的幀率感覺比較低一點了，非常低啊，感覺30幀。怎麼你頭上這麼綠呢？榮耀的幀率和亮度都不怎麼樣，基本都是死在60幀，然後亮度也基本都是最暗的那一幀。啊，確實沒什麼元氣。看一下電量吧，榮耀還有77的電，華為還有81的電 ，vivo 還有79的電呀。我們剛剛看了一下3台手機的屏幕使用時間，只有我的榮耀記錄了桌面時間啊，所以今天先以榮耀為準嘛。現在是11點56分，我們用了2小時手機了。OK， 接下來就去他的小食堂了。誰的？他的。是我的呀。就是你的，就是你的。哎呀，給你們拉點好吧，走吧。就是吃喝拉撒你都可以在一個地方。一會兒把你殺了。我們進到這個信號很差的廁所了，3台手機都沒有發現環境色自適應太多了，所以屏幕都顯得比較冷。這信號呢？這中間的華為還是有點的呀，左邊這個榮耀跟右邊的 vivo 基本上差不多都沒了。打個電話試試吧，點通啊，點。好，vivo 已經失敗了，哎，但這個榮耀開了，通了。哦，華為什麼意思啊？哎，就這樣了吧。那不轉了吧？我們現在進入到微信裡面了，先來發一個表情吧。點。左邊這個榮耀發出去了，剛剛右邊那個 vivo 顯示的這個網絡無法連接啊。哦，華為也可以了，又是沒有，好，4號沒有反應。好的，我們現在3台手機都進入到微博了，他們都是能刷出新東西的，我們再刷一下看看吧。3、2、1，送。哦 ，vivo 最快啊，然後是榮耀，華為不行了，哦也刷出來，再來一遍，送。好，依舊是vivo最快。哎，這次是華為最第2個。榮耀墊底了，就這樣吧。現在進入到抖音裡面了呀，只有左邊的榮耀跟華為沒有刷出新的內容，右邊這個 vivo 呢就刷出新的內容了。榮耀也刷出新的了。榮耀現在就是比較卡呀，但是 vivo 那邊是黑屏了。榮耀這沒有多滑一下看看。哦，也很勉強吧。我們點下評論區再試試吧。點。中間的華為是什麼反應都沒有啊。另外2台也就這樣吧。我們現在已經切換到了電信卡了，再打個電話試試吧。點。只有榮耀沒通啊，榮耀最慢，稍微慢一點點吧。我們現在進入到微信裡面了，先來發送3個表情吧。3、2、1，點。哦，这華為怎麼回事呢？另外2個都發出去了，也收到了。哦，可以，最後也收到了。我們現在進入到微博裡面了呀，3台手機都有新的內容出現，只有中間的華為沒有圖片呀，那都重新刷新一下吧。送。vivo最快，這就是榮耀，華為完犢子了。那我vivo和榮耀再來一次吧，送。先有榮耀，
行吧，就這樣吧。都進入到抖音裡面了呀，只有左邊的榮耀說是新的內容，哎，其次是右邊的 vivo， 中間的華為還是沒有什麼變化呀。這榮耀和 vivo 再刷一下吧。有新的內容，但是沒有圖片呀。很難加載出圖片和視頻。我們3台都點下評論區再看一下。3、2、1，點。哎呀，這信號都不怎麼樣啊，榮耀網絡不穩定。OK 了，朋友們，這個聯通卡呢，最開始是這個榮耀先打出來電話，然後華為跟 vivo 沒有反應，但是後面 vivo 找到這個信號之後呢，它表現還可以。這個電信呢，怎麼說啊？這個華為真的是拉了呀。然後呢 ，vivo 跟榮耀表现還是可以的，這倆差不多。現在我們到這個地下車庫來掃一下牆上這個二維碼，3台手機全都是4G 的網絡，大概1米，走吧。哦，華為是最快進去了啊，還是微信啊？離那個二維碼現在有4到5米的樣子，來吧。沒有反應，往前走點吧。哦，榮耀先掃出來了。哦 ，vivo 掃出來，哦，華為也掃出來了 ，OK。謝罪，就沒有帶進二維碼，為什麼呢？因為我換包了。感謝本期啊，還沒有，以後說不定就會有了。走吧，走吧。我以為你就要植入了呢。準備坐地鐵了，依舊刷微博，依舊刷信息流，先抖音。啊，你果然就全这种，我的媽呀，我真受不了了。他又不是第一天喜歡刷這種東西。確實，我感覺這個號是不是不對啊？最近刷的東西挺健康的。現在我們換小紅書了呀。你這個是真挺厲害的，好吧？非常的喜歡這種推送。什麼？我操，不行！刷完小紅書了，朋友們，現在刷淘寶啊，來看一下。小豬存錢罐，豬這麼瘦，怎麼長這個樣子？你這每天在刷些什麼東西啊？我這個淘寶很抽象。朋友們，這個人要裝逼啊，他就是要用他的手環來解鎖啊，來刷這個地鐵啊。然後發現餘額不足了啊，2.7塊都沒有，只有2.5塊了，真的無語了，還要等他充值呢。不知道他有什麼好裝的。哎呀，我真無語了，真無語了。用雲閃付不行嗎？真的是，就是硬要裝這一下，不知道要裝什麼，還沒裝過。刷完30分鐘信息流了，朋友們，來看看這個新產的這個參數啊。哎，準備吃飯之前打一把啊。哎，性能太強了呀，這什麼啊？華為跟 vivo 都是最高一個60跟次高的畫質，然後這個榮耀呢是一個至臻的畫質。極高嗎？我60加極高啊。它不能開至臻吶。對，你也是60加極高啊。60幀極高，超清。至臻，看不看見？只有你榮耀可以照顧一下你們情緒吧。所以你剛剛就刷不出地鐵。我要把我的收藏版放在這兒，大家打點賞。真的假的？是情緒啊，不是情趣啊。家人們，這個華為啊，這有多少幀啊？有20幀沒有啊？反正現在它非常的卡，好吧？你已經開了高性能了吧？還沒有開一個。但是你是不是要把那個高性能插針那個關了啊？插針已經關掉了啊。OK。保存。看一下。OK， 40幀。45幀吧，就經典華為。你們2個呢？是這樣子的。60。vivo 這裡面看不到幀率。哦。但是大概感受。你反正開的就是60，你看什麼呢？對，就感覺是60沒掉幀。確實比這個華為要稍微流暢一點。榮耀60。OK，你是榮耀60，不是600。打了是不到10分鐘啊，發現這個金產的掉幀啊，朋友們。你60幀還掉你這個 vivo？ 它雖然沒有顯示幀率啊，但是感覺就是有一個30或者45吧這樣的。你現在這個幀率應該就跟華為差不多了啊。我來看一下，在這兒，華為來看一看。啊，那確實跟華為差不多了。明顯是沒有這個榮耀流暢的呀。打開你的 Boost 模式，快點來吧，打開 Boost 模式。哦，真的回來了。確實流暢了。我們就要進飯店了，在這個太陽底下再看一下這個3台手機的亮度，已經打了一會兒金產了，還是右邊這個 vivo 會稍微高一點點啊，但是都挺暗的，都已經拉到最高了啊！3台手機的亮度，這個亮度在外面也沒法玩，朋友們。我們進飯店5分鐘啊，我這個 vivo 的幀率一眼的低呀，就是它已經沒有60幀了，它比榮耀明顯要卡一點，跟華為差不多啊。就是我剛看了眼華為，發現好像華為還比我流暢一點，知道嗎？對啊。反正是一個人物跑動的時候是比這個 vivo 流暢的。我繃不住了，這個天玑7500滿血版，這滿血在哪裡啊？就感覺像一個很強壯的青蛙要跟我打擂台啊，你知道吧？體育生青蛙。把位置已經換到跟他一邊了，這2個人已經非常幸福的坐在一塊了啊。這場戲打了33分鐘，我的榮耀全程是均衡模式，可能人很多的時候會稍微會掉幀吧，它基本就是60幀。哎，你怎麼到這裡來了？哦，這個 vivo 的表現一言難盡啊，就是。
60帧也穩不住，是我沒有想到的。然後到了最後帧率比華為還低，更是我沒有想到的。開了新的模式啊，感覺比那個什麼某某什麼90 Pro Max 更難用啊，好吧？華為呢，就還是之前螢幕用華為時候的表現，基本上就是華為全系都這樣，在經典產裡面，就是不開新的模式就是30帧，開了新的模式感覺就45帧左右，反正到不了60帧。是的，而且我感覺它的畫面比其他2台手機都要稍微差一点 OK， 就是锯齿感更多一些。OK。大概就是這樣吧，接下來交給大師拍點照，趕快拍完了別讓這個人吃飯。我們只是為了拍照才把菜這麼擺的。吃飯之前先拍一下照片啊。這3台手機都只有個主攝，那就是1倍拍全部的菜，2倍拍3個的菜吧。雖然這個有長焦啊，然後跟大家說一下，華為這個默認它這裡是關閉的。就你點開裡面會有別的，但是沒有生動啊，什麼鮮明啊那些是沒有的啊。其他2台榮耀跟 vivo 呢就都是鮮明或者生動了啊。華為這個主攝是真的沒有光學防抖，朋友們，能感覺到很抖啊。哎，而且剛剛點下去之後發現它是轉子馬達哎，我的天哪！這個價位了，你還要什麼呀？3000塊我為什麼不能要啊？華為這個屏幕上看拍出來好黃啊，感覺比實際上看上去的要黃一點啊。反正顏色不是特別準吧，大家就覺得哪個好看就選哪個吧。榮耀這個就感覺又是以前的榮耀了，朋友們，感覺有點泛白啊，不是很好看。而且我發現榮耀這個切鏡頭是沒有動畫的，它是直接切過去的啊。哎，它沒有切鏡頭啊，就1倍切到2倍啊，省點功耗了。從屏幕上看就顯得有點偏藍了，但是成片不一定啊。感覺這個有點掉色了啊 ，vivo 的鮮明就還是很鮮明，觀感是比較好的，雖然也偏黃吧，但是感覺還蠻好看的。其實我覺得華為跟 vivo 都還可以啊，我就不太喜歡榮耀。再跟大家報告一下，這3台手機呢是3個不同的指紋解鎖，這個華為是側邊啊，榮耀是短焦 ，vivo 是超聲波啊，真不容易啊！啊，真無語了。然後呢，這個華為是唯一一個有長焦的，所以呢，給它拍一個長焦微距吧，看有多遠啊。OK， 它到這裡就切了，這有快1米了，朋友們。我的媽，我的鏡頭要裝不下了。90，好，我在這裡拍一張啊，其他2台手機我就也再拍一張照片。這太遠了，這沒有長焦微距。朋友們，這個菜拍完了之後就把它變成這樣了，就是要把那種便宜一點的菜放在它那邊，要不然我們就沒得吃。吃飯期間我們就看30分鐘 B 站的1080p 原畫的直播呀。現在亮度是中间的華為比較高一點，感覺華為就是不在太陽底下，它亮度就是上限比較高吧。vivo 就是亮度的下限比較高。飯已經吃完了，還看了30分鐘 B 站1080p 原畫直播呀。現在我們出來了，準備要走了。現在是下午的2點15分，正好用了4小時手機。榮耀還有50的電，華為還有60的電。S60元氣版還有54的電啊。OK，接下來我們打10分鐘微信視頻通話吧。首先是左邊的榮耀，它其實視野範圍是3台裡面最廣的，但是它的畫面比較糊，但是人的膚色什麼的還行吧，就是糊了點啊。華為這個就很清楚，哎，相當清楚，但是它的視野也是最窄的，而且人也比較自然啊。vivo 這個感覺默認這個美顏有點太誇張了，好吧？就磨皮磨得跟什麼一樣了，就非常假了，不好看啊！而且它還挺糊的，就又磨皮又糊，所以整體效果不是很喜歡啊。效果最好的那肯定就是中间的這個華為，但它比較窄一點。後置鏡頭的話也是華為的比較窄一點，但是後置鏡頭它就顯得清晰度不是那麼的高了，但還是比其他2台要高一點。可能其他2台默認開了美顏吧，就感覺糊糊的，然後又美顏比較明顯啊。華為這個還是比較真實一點的。但是榮耀這邊呢，就是最廣的，你看都可以拍到它的褲子呢，其他2台都拍不太到，尤其華為啊。蘇剛，不要吃完就睡了，蘇剛。哎，他理我了，他理我了。剛剛打完了10分鐘的微信視頻通話，正準備用百度地圖步行軌跡穿一下不知道這是哪裡的巷子，然後發現華為還是沒有這個百度地圖的步行軌跡，所以我們還是只能用高德地圖。鄉里邊這是冬瓜山，懂不懂？冬瓜山。裝什麼呢？你又不是本地人，你在裝什麼呢？走了。然後我們還是要用高德地圖步行軌跡穿一下冬瓜山的箱子。好嘞，走吧。他們2個在這邊吵什麼？我也不知道啊。你知道嗎？就是這樣的嘛。哦，你刚剛為什麼在後面發出那種吐的聲音啊？孕吐是吧？哪有孕吐？我這不打了一個嗝嗎？很正常啊。你剛才要打嗝啊？對啊，那不然呢？你都要吐出来了。沒有啊，吃完飯之後這個打個飽嗝，非常的舒暢啊。我們已經吃完飯20分鐘了。那我吃到的多一些不？給大家同步一下啊，現在是31度啊，這也有可能是今天的最高溫了。這就是你每天吃夜宵的地方吧？啊，
你是不是喜欢去那個紅姐吃夜宵啊？你是嗎？你喜歡吃啊？沒有啊，你愛吃啊？你應該去過吧？他最喜歡你這種了。我們走了快14分鐘，900多米，這次比較簡單一點，因為都比較開闊。先看一下3台手機的起點位置啊。起點位置的話，3台手機沒有很大的區別啊，都還行吧。首先是左邊的榮耀，它這一節豎下來的直路呢，幾乎都沒有在路上啊，只跟這個路貼了一點邊。華為呢就是從中間穿過去了。vivo 呢，它後面比較好，但是前面呢也是偏出去了的啊。這個地方呢，我們是拐了一條小路啊，3個手機記錄的軌跡差不太多吧，感覺華為的會稍微好一點，因為我們差不多就是繞了一個這種半圓，雖然說這個圖案顯得不是特別的雅觀啊。從這個小路出來之後 ，vivo 基本上沒有怎麼在路上，就貼着路邊吧。然後呢，華為還是比較在路上的啊，這個榮耀也是比較貼着路邊了。然後接下來的這一條橫着的，要跟大家着重講一下，我們是從一個橋的下面走過去的。這個 vivo 整個就是斜着過來的，大家看到了嗎？這個是絕對不對的，我們是從這裡過來，然後再下來的啊，它這裡完全不對這一節。華為這邊呢也是比較不對吧，它到後面也完全偏出去路了。但是榮耀這邊就比較對了，它就前面這裡是稍微偏出去一點點，但後面還是比較對的啊，是在這條路上的啊。接下來這個地方呢，我們又從那邊繞了一圈回來了。其實3台手機差不太多吧，但是比較差一點的是 vivo 啊，因為它下面這一節路是偏出去了，但是其他2台都是在那個路上的啊。接下來這一節豎着呢，華為這裡就要稍微差一點，它幾乎都偏出去了，其他2台都還在這個上面啊，是沒問題的。然後再往下面看的話，這個 vivo 呢基本上在路上吧，這一節華為也基本上在路上，榮耀就偏出去了，它這一貼橫的就不太對了啊。最後這一塊呢就是比較開闊的地方了，華為呢還是比較在路上的呀，它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vivo 呢稍微有一點波折吧，榮耀這邊也是比較在路上的。那麼整體的表現其實3台手機差不太多，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壞吧，但感覺華為好像好一點，稍微好一點點啊。vivo 現在還有46的電。華為還有54的電啊，這麼多，榮耀只有44了。OK， 接下來我們準備去拍照的地方了，路上我們就看一下 B 站的視頻吧。朋友們，我們在這個太陽底下走了6分鐘啊，然後3台手機亮度已經有很明顯區別了，就跟我們上午步行導航一樣。華為跟榮耀是比較暗的啊，vivo 還是會稍微亮一點，都已經拉滿了，沒有辦法拉了啊。朋友們，現在20分鐘的 B 站4K 60幀的視頻已經看完了，我們準備開始錄像了。3台手機，現在 vivo 呢是41%的電。華為是50%的電，榮耀是39%的電啊。然後這3台手機我們現在準備開始錄像，但是只有中間的華為，它現在不僅亮，而且它是4K 60幀的後置啊。其他2台最高都是4K 30幀的，沒有辦法了，那就這樣錄吧啊！你們2個給我快點滾過去。OK， 現在就用他們的1倍慢慢向他們走過去了啊。2個4K 30幀，一個4K 60幀，也沒有什麼鏡頭好切了吧，就這樣吧。我現在從畫面上來看的話，華為比較真實啊。vivo 也還行，但是榮耀這邊就顯得有點慘白了。好，慢慢走過去。確實，哎，等一下，華為的這個取景框也掉幀了，也只有30幀了。OK 啊，現在轉圈。我從屏幕上看是感覺華為好一點，現在是逆光啊。OK， 好的，現在轉過來了。3個手機現在從屏幕上看就又回到了剛剛那個亮度情況，就是 vivo 是最高的了，這才錄了30幾秒呢。OK， 現在向他們跑過去啊。OK， 都是標準的防抖。好，再跑轉圈，跑一下。但隨意感受一下就好了，這幾個手機也不是以拍照見長的。vivo 現在好亮啊，但是好卡，我感覺 vivo 連30幀都沒有了。你拍到嗎？看一下這取景器啊。這2個已經是30幀了，但是 vivo 這個感覺10幾幀，它還能更低的啊，好誇張，好誇張。現在準備用前置來錄像啊，規格跟剛剛是一樣的，就只有華為是4K 60幀啊，但是華為是比較近的啊。現在來做下3台手機的前置錄像啊，但是我們把華為的那個這個前置，對，它廣角打開了啊，剛剛是沒有打開廣角，現在就差不多了。3台都是各種不同的效果，我個人會比較喜歡中間的華為啊。感覺它真實一點啊。這個 vivo 偏黃，左邊這個榮耀或者偏白，但是硬要選，可能就是華為榮耀吧。那我現在往前跑，看一下它這個防抖效果怎麼樣，好吧？好的，跑到太陽底下去了。好，轉一下，有沒有什麼奇怪眩光啊？沒有啊，看不到。應該是沒有啊。
好曬、好曬，好曬，確實曬。再往前跑，感覺害怕老大爺的那個鞭子抽到我。行吧，反正現在3個手機都只有4K 30幀嘛，就這個屏幕都卡卡的。確實。但是亮度確實還是 vivo 比較高一點啊。啊 ，vivo 這個貨亮度確實還可以嘞。但是 vivo 哇，我剛想說 vivo 這個上面這裡過爆了，結果你看榮耀那邊，榮耀那邊爆得更厲害。華為感覺還可以，而且華為顯得比較有氣色一點。但是屏幕太暗了，沒辦法。對，今天這3台手機我們就不用他們的人像模式來自拍了，就直接用前置的拍照模式來自拍了。這個 vivo 呢，它默認是1倍的，但是它可以縮0.8，我們就給它縮了，它是沒有自動縮的啊，都還是什麼生動鮮明啊這種。現在就感覺榮耀這邊假假的，是吧？華為這邊感覺還挺真實的，但是大家都不算流暢啊，感覺華為還卡一點。來吧，現在是在陰影下面，3、2、1。好，現在是在太陽底下啊，順着光再來一張，好曬啊！來，3、2、1 ，OK 吧？大家隨便看一下。後置的人像我們也不拍了，我們就直接用拍照模式來拍一下他們2個人啊，就是在陰影裡面拍一下，太陽底下拍一下，然後再拍一點景色就行了啊。那既然這樣的話，我們就改變一下這個模式吧。3台都是自然啊，3的自然，3自然，來吧。朋友們，这個華為呢，它給了一個好像是超廣角的選項，但實際上就是從1倍的27變成了超廣的23。好吧，就這個很尷尬啊。其他2台是有真正的超廣角的，但也只有華為有長焦。來吧，哎，榮耀這個拍照確實感覺好假嘞，太藍了吧！我的天哪，一點都不自然吶。它主攝也是一樣的呀。哎呀，主攝顯得人特別慘白。華為這個還是好看多了呀，但是它其實就是用同一個鏡頭拍的啊。vivo 這個就顏色顯得比較素了，但也不是假的那種啊。那人抽陀螺抽得好爽啊！這個大爺抽的比剛剛那個厲害一點，爽多了哇，感覺好健身啊！你們倆想不想爽一下？想不想被抽一下？2倍來一張吧，現在還是在陰影裡面啊。反正我不是很喜歡榮耀的這個拍照，這個取景器上就顯得特別的慘白。華為還不錯啊 ，vivo 這個也有點奇怪吧，到2倍感覺也有點怪了啊。那我們3倍也還是拍一張吧，畢竟華為有這個長焦啊。從取景框裡面看，華為確實比較好看一點，但是它稍微有點偏黃啊。現在是順光啊，拍一下就不用那個超廣角了，因為其實華為是沒有的。榮耀這個顏色從取景框上看我真不喜歡，但是華為這個就有點抖啊，因為它主攝是沒有光學防抖的，在陽光底下 vivo 還是顯得比較真實啊。然後 vivo 我們是沒有開那個原生光影的。OK 啊，那接下來拍一下景啊，超廣角我們就不拍了，你就只知道這2台是有的，華為是沒有的就行了啊。然後呢就拍1倍、5倍、10倍吧，稍微對比一下就好了。然后就是偏白，有點偏冷。華為的顏色還原感覺還可以，但是它主攝沒有光學防抖啊。但我們今天應該也不會拍夜景了，肯定不會拍的，都還是用的自然啊。vivo 的就顯得會比較素了啊，雖然都是5倍，但華為這個會顯得稍微近一點啊。榮耀這個防抖感覺也一般般，在5倍的時候。10倍我就不拍樓了，我就拍這棵棕櫚樹吧。哇，這裡居然還會有棕櫚樹哦！華為就明顯清楚多了呀，其他2台都已經糊得不行了。但是他們現在屏幕確實是有點暗的呀。我們在陰影下面的話，華為的屏幕亮度還可以啊。OK， 然後這個 AI 超清長焦開起來吧。你看啊，榮耀這個防抖，它是不是有那種小的抽動？太暗了，不一定能看清。不一定能看清是吧？它真的有那種小小的抽動啊。然後你看華為這邊就是比較穩的，而且非常清楚啊。vivo 這邊就很糊，但是其實防抖也還行啊。我們拍照這個地方對面就是毛主席青年雕塑啊，也在這裡拍一下，還是1倍到10倍，就那幾個焦段吧，還多加一個3倍吧。這等於是有點小逆光的啊，都還是用的自然啊。在這個太陽底下的話，確實3個手機的屏幕都比較暗了，我有點看不太清楚了，大家就隨便看一下啊。現在是能夠拍到雕塑的側臉的華為有長焦那就不用說了，確實還是感覺清楚一點。其實從5倍開始，我感覺只有華為這個顯得比較清楚了，就比到10倍吧，因為畢竟硬件有差距。10倍就是1台很清楚，2台很糊。還在這邊找一些濾紙拍一下，還是那幾個焦段，拍到5倍吧，就5倍。這個榮耀自然真的自然嗎？感覺銳化也挺明顯的，自然的銳化。vivo 這邊就好一點，這榮耀這個顏色都不對了，它泛白泛得太嚴重了，它這個曝光從取景器上看真的非常的高啊。vivo 看上去整個曝光是最自然的，怎麼又是拍狗了呢？被同類吸引了你？其實這個葉子還是稍微帶點黃色的，朋友們，它也不是那麼的翠綠啊。華為還原的還可以了，這也就是剛拍完所有的照片跟視頻之後，這個華為的亮度是最高的吧？現在在太陽底下啊，這也很難看清啊，也比較難看清了。反正榮耀一直都很暗 ，vivo 感覺已經到那個亮度下限，但華為還是堅挺一點啊。哎呀，拍完照片了，看看時間多少吧。什麼東西啊？這個榮耀手機啊，這個還用了5小時16分鐘，
还有34的電。OK。中間這個華為呢還有45。這個 vivo 呢還有一個36。大家聽懂了嗎？現在打車去往這個後湖是後湖吧然後我們這個用百度地圖，這個高德地圖車導航，然後看他們中間這個路途表現，好吧？為什麼切回來了呀？因為感覺不太順口，好吧？畢竟我不是那裡的人。你是啊？是個哪裡呀？我們已經上車了，現在就要左拐了。他们的自動亮度我們已經調過了，都有車道級導航啊。你看，只有中間的華為沒有在這個左拐車道上哦，它這個車道是錯的哦。這個左拐的過程倒是好像差不太多，沒什麼大區別。大家看啊，現在華為的車道還是錯的呀。我們是在最左邊這個車道的，他一直在那個左2車道走。他現在我以為他要過來，他還是沒有過來。車道稍差一點啊，我們現在掉頭就要進入到隧道了。剛進入隧道 ，OK。等一下，左邊那個榮耀怎麼到右邊去了？它不對啊，最左邊那台它是不對的。其他2台都 OK， 華為跟 vivo。榮耀的亮度是降的最快的啊。其實 vivo 在進來之前，它亮度就已經不太行了。看它會不會過來。OK。修正。好。他把導航給修正了。確實。感覺榮耀那邊是稍快了一點，華為這個感覺比較準一點啊。vivo 這個就稍落後了一點。好，給大家看一下，岔路口就在前面了啊。榮耀快了一點，然後華為。榮耀跟華為都稍快了一點。好，剛進來。vivo 不行，vivo落後太多了。OK。華為閃了一下，vivo 不動了，vivo 也閃了一下。榮耀稍快，然後華為也快了一點點 ，vivo 呢就比較的慢一點了。但是車道的話，在外面是華為差一點，但是進了隧道之後是榮耀稍微差一點啊。下車了，現在 vivo 只有33的電了，華為是43，榮耀是32。接下來我們用支付寶掃中搶單車二維碼吧。大家別看他們好像還剩比較多的電啊，實際上我們今天的負載非常低啊。找到一輛共享單車，來吧，支付寶。是左邊榮耀稍慢一點點啊。我們準備在奶茶店門口掃一個這個叫什麼掃碼下單的這種小程序碼吧，還是支付寶？來吧。有點透明。哎呦，華為很快啊，vivo也很快，榮耀確實是稍微差一點了。掃到了，還是差一點的。我們已經到這個信號比較抽象的書藝燒仙草，然後準備來發送一個1分鐘的微信視頻啊。然後3台手機呢都是5G 網絡啊，華為是5A 啊，來吧，點。華為的也是會後面出來一點。好的，榮耀是最快的，其次是 vivo。不對，是 vivo 最快，然後其次馬上是榮耀。真的嗎？對，反正2個人就差不多吧。對，差不多。但是華為這個應該是在導出啊，這個中間。早上也是最慢的，下午也是最慢的。華為早上不是最慢的啊？你為什麼要黑華為啊？沒有，我這早上也很慢啊。你韓國人就開始黑華為了？什麼玩意兒？好，華為也發完了啊。好，現在我們來準備下載一個180兆左右的遊戲安裝包啊，顯示可能會有點區別。點。好的，我們來看一下速度啊。vivo 那邊又要重試了，點吧。華為這邊顯示大概是個2兆左右，榮耀可以到5兆了，差不多。榮耀後面開始飆了，輸的都搬回來。還在等待。我重來，你別重來。不，他正在等待數據連接，你就不要動它了。我都要下完了，你還等待呢。榮耀真的超快，朋友們，你看它就一直連不上。哎呦，我的天！趕緊重來吧，別等了。榮耀這邊馬上就要下完了，朋友們。OK， 榮耀已經下完了。vivo這邊好快！我要反殺了。又重新下，超快。然後華為要等待呢。對，等待。華為這邊就1點幾兆，他們2台下完了，它還是1點幾兆啊，就速度不是特別快了，大概就是 4G 網的速度了。來打10v10王者榮耀，120幀加上4刀畫質，軍用模式，3分鐘不到90幀。榮耀啊，確實，性能直接開吧。我也有問題，90幀，我也開遊戲模式。你 vivo 啊？對，也不行啊，你知道吧？沒辦法，早上表現也很差呀，這確實8500就這個水平了，7500，就這個水平。滿血版。滿血版。開了性能模式，榮耀幀數回來了。OK。但是打團的時候也還是不行。打團也就不到110。人少的話可以120。OK。華為120，相當的穩啊。
太低。不要说什么插不插针啊，反正120就120啊。我这个 vivo 呢，就是开完游戏模式之后呢，刚刚帧率就是100、90、80来回波动，两个就差不多了，真差不多了。荣耀真的没什么大区别的。这把游戏打了快8分钟了，华为也已经锁90帧了呀，家人们，我还没死呢，它就锁90了。OK， 90帧啊，那你就开一个高性能吧。啊，高性能模式啊，终于开了呀你！10v10頂不住了呀。那你这個就應該不是插針呢？那應該不是插針，而且開了高性能之後它沒有變，還是這麼多，97，哦，90到100之間吧。這把遊戲打了12分鐘，榮耀是不到3分鐘就鎖到了90幀，後又來開了性能模式，人多的時候打團最低能有50-60幀的，也反正也很難穩住120。OK。vivo 呢跟這個榮耀表現幾乎差不多，也是3分鐘，然後鎖到了90幀。但是呢有一點不太一樣，就是這個 vivo 啊，無論團戰還是這個不團戰，幀率就是80到120，過山車來回跑。我沒見過一直穩這個幀率的這個情況啊。華為前7分鐘都是120，非常的穩，打團也沒怎麼掉。7分鐘左右的時候開始鎖到了90，開高性能也沒有用，還是90，說就有可能不是插針啊。因為我們看到那種單數針。對，就它補針應該不是半針嘛，對吧？那太離譜了，不太可能啊。然後它後面打團的時候也是在90幀左右，也基本上沒有怎麼掉。回去就把你殺了。接下來打第2把王者10v10吧。你們沒有能夠拉高的，就還是早上那個什麼開個什麼對，是的觸控的東西啊。對，你沒有。我啥也沒有啊，就乾乾淨淨。你呢？就性能模式直接跑吧。這把遊戲已經打了快2分鐘了，我這榮耀就沒有見到120幀的。你就一直在這個100幀左右唄。我服了呀。賊穩定。太穩定了呀！你已經開了性能模式了吧？性能模式啊。我無語了。vivo 幀率非常穩啊，一直是120，但是不知道能堅持多久啊。華為還是沒有問題，依舊是120。打了快9分鐘，我的這榮耀應該是鎖到90了。看這樣子就是在90左右上不去了啊，就上不去了89啊。華為呢也是在9分鐘左右的時候鎖到了90幀啊，現在上面顯示91幀啊，就這樣了吧。你呢？vivo 呢依舊就是幀率沒有變，就是什麼80到90到100到120來回浮動。你擱着過山車呢？真是這樣子，沒騙你啊！酣暢淋漓的一場性能釋放呢。確實是的，沒打過這麼強勁的遊戲啊。王者10v10。绷不住了，賣2000大幾。第2把10v10打了12分鐘啊 ，vivo 的這個幀率表現就是跟上把一樣，過山車啊，一如既往。網絡倒是沒有什麼問題了。華為這個第2把王者榮耀10v10的表現比第1把要稍微好一些，它是9分鐘左右鎖的90幀。三台手機這把全程都是開的性能模式，我的榮耀差不多也是9分鐘左右終於鎖到90幀，9分鐘前基本就是在過山車式的波動了。感覺已經看到這3台手機的性能上限了。現在是下午的4點50分，我們用了6小時13分鐘手機。今天拍照時間會稍微少一點啊，其他可能7七八八少了一點點，不然也能接近6個半小時了。但刺來刺去也就這麼多東西了吧，我們就這樣吧。現在我的榮耀只有20%的電了。華為剛剛打完是32的電，待機了1分多鐘，掉到31了。哎，vivo 今天這個超大的電池真是拉快，我都不好意思說了，我白天不應該叫那麼狠，真的對不起啊。我的這個 vivo 現在還20%的電呢。我覺得沒必要測下去了吧？沒必要測下去了，我們就垃圾時間了。稍後就出去給大家總結吧。好的，朋友們，我這邊開始總結了。現在很早啊，才5點15分。OK。因為今天我們拍照也少一點嘛，所以整體的手機使用時間只有6小時13分鐘。我的榮耀最後剩20%的電，我的華為最後剩31%的電，這麼多呢？啊，我這個 vivo 呢也是20%啊。為什麼不測呢？是因為他們今天表現確實讓我們太元氣滿滿了啊，應該從我們的聲音聽得出來啊。確實，讓我們的期望非常的大，然後失望也非常的大。感覺沒有必要再測下去了。而這個拍照時間短也不是我們不想拍照，朋友們。而且負載也很低啊，今天太低了，這60幀也穩不住啊。那先來總結一下我這個 vivo 的表現呢，今天這個表現可謂是一言難盡啊。在今天表現好的地方呢，其實就是早上的這個下載啊，這個微信的上傳以及這個軟件的下載，包括在廁所裡面刷信息流，表現都是非常的不錯的。然後它今天亮度表現呢也還可以，它這個下限呢是非常的高，但上限不是很高。對，而且很快就鎖幀。不好的點呢，其實它這個性能釋放挺一般的，60幀的金盞產也穩不住，比這個華為還要低。然後呢，這個王者呢也是幀率來回波動啊，我只能說，我從小到大沒有用過幀率這麼不穩的一台手機，他媽的，開了性能模式也不行啊。今天這個導航方面的話呢，
步行導航啊，實時位置跟路線規劃還是比較快的，還可以。對，尤其是第二段那個路線規劃是非常之快啊。但是這個步行軌跡呢，就比另外兩條差一些了，不知道為什麼。車載導航呢也是不太怎麼樣。然後考慮它這個價格呢，賣到了將近2800甚至3000左右這個價格。一點是不推薦的啊，雖然說是3台中間唯一的超聲波指紋，包括呢還有一些這個金屬邊框啊，那一条不是唯一的，別的東西真的就沒有什麼可吐槽的了。再一個呢，後置攝像頭是4K 30幀，我繃不住了，朋友們。前置也是啊，前置7500就這樣了，好吧？對，真的是有个超声波已經可以了。你也看看其他2台是什麼，好吧？沒想到有一天啊，不對，對你。你們兩個在幹什麼？眉目傳情啊！沒想到有一天啊，你講吧。沒想到華為在處理器性能方面領先的這一天到來的這麼快啊。OK， 同樣都是3000左右的價位，沒想到它竟然是性能表現比較強勁的一個。雖然120幀是穩的最久的，穩的是最久的。雖然它的金鏟鏟鎖幀鎖的比較嚴重，但是華為就是無論哪個處理器都是那樣子的啊。幹什麼啊？但是它王者的性能釋放確實還是不錯的，而且肉眼觀察來看也沒有明顯的插幀痕跡。對，就它萬一真的插幀了，那我也看不出來，就無所謂了。就是亮度表現在戶外太陽直射需要屏幕高亮的時候表現就不是很好，而且那個亮度條就你怎麼拖它都是一樣的，就感覺很假很虛。對對對，但是它在不那麼直射的情況下，哎，亮度就確實還可以，包括拍照的時候，它亮度也是穩得比較久的。然後信號表現的話也非常的不華為啊。今天的信號表現在信號好的地方也沒有明顯的優勢，在廁所裡面還是唯一一個電信和聯通都拉到褲襠的手機，只能說在廁所拉到褲襠非常的合適，好吧。導航方面的表現呢，就是步行導航跟 vivo 的差距還是比較大的，跟榮耀呢沒什麼差別，沒什麼差別。車載導航就是車道定位要稍微差一點，其他方面也沒有很大的區別，就感覺這手機在這3台裡面屬於中規中矩，不那麼犯錯的選擇，而且日常的使用流暢度保持的也挺好的。它甚至還有一個長焦呢，雖然它沒超廣角啊。哎呀，我的榮耀600元氣版用成叫榮耀600S，我真的想不出什麼特別優勢的地方對比這2台。確實，但是它的缺點非常明顯，就是它的屏幕真的很暗，從頭暗到尾。它在戶外的鎖幀也比較嚴重。基本就是60幀，比較好一點的就是金鏟鏟可以拆到至臻，但是我沒有拆，它拆的是高清模式，它比較鎖住了，另外2台都沒有鎖住。哎，這個手機我也真的不知道怎麼評價了吧，還是一個短焦指紋。這個處理器7Gen4今天表現就很正常的水平。另外說一句，我們這3台手機買的都是12G 的版本。所以你這台起售價雖然好像是最低的，但實際上12G 的版本跟 Nova 16是一個價格，大家都是2999啊，只有這一台 vivo 便宜100塊錢，2899啊，我覺得非常的不值。那麼拍照部分就交給大師來說吧。今天拍照拍的不多啊，3台手機沒有很多好說的。Nova 呢很奇怪，它是個塑料邊框，但是它在拍照時候的亮度是保持的最久的，它又是唯一一台有3.3倍的90毫米的長焦，但它沒有超廣角，但是它也是唯一一台前後置都可以4K 60幀的手機啊，其他2台都是4K 30幀，其他2台就沒有長焦，就沒什麼好說的吧，大家都懂吧？雖然他們2個的超廣角有是有啊，但是都不太好，一個是1200萬像素，一個是800萬像素啊。然後拍照呢，就是這幾個廠家他們一貫的那種調教吧，個人肯定要選的話是選華為的，它整個的取景框體驗，包括它的拍出來的那個顏色，我都覺得還相對來說比較正常一點啊。vivo 也還行吧，榮耀那個我是喜歡不了一點啊。還有就是他們在微信視頻通話的表現，華為呢它前後都是比較窄的，但是比較清楚。榮耀跟 vivo 呢就都不太行啊，雖然他們廣一點，但是呢會比較糊啊。有可能是他們那個美顏吧。這3台裡面就硬講的話，選華為吧，別的沒什麼好說的。夜景我是不會去拍的了，太恐怖了。本來這個總結是要讓這個櫻木來總結，然後他一說什麼元氣滿滿，說是哎你來，非常惡心啊這個人，說明他非常了解我，也非常的愛我呀，就跟這個TG一樣啊。糖果朝天來。哎呀，大家做好被我們3個元氣激動的準備了嗎？好的，這不已經結束了嗎？對，那我們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三连加关注。更多见视频，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online，我们每天都元气满满，下期再见，拜拜。好嘞，周一不是跟你每天都见吗？